大家好，台韩文化差异系列真的久违的回归了。这次我准备了我和其他韩国朋友们在台湾餐厅或者是在咖啡厅亲身经历的10个文化冲击，直接开始喽。第一，点餐方式，在韩国最近这几年，从按按钮的方式慢慢变成了自助点餐机，或者是平板点餐，不然就是最传统的方法주문이요。而台湾的话，原本一种拿红笔在纸上画正字的台湾感性嘛，可是最近很多餐厅的气氛也慢慢都变了，现在都是桌上或者是菜单上面都有 QR code， 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非常高 CP 值的科技啊。在韩国的话，用 QR code 点餐的地方目前还是很少见，所以很多韩国人刚来台湾旅游，看到很多家餐厅都用 QR code 点餐的时候呢，会让人瞬间觉得哇，我真的出国了。那么在这里我稍微打岔一下，大家可能有听过아저씨、아줌마这2个单字吧？叫大叔是没有关系了，但是아줌마这个词，请直接从你的脑海中永远的删除。我想你人生中几乎不会用到，也不能用到。像我自己的话，就算对方是70、80岁的长辈，我也一定会叫이모님或者是누님。所以大家去韩国的话，这样点餐试试看啊。이모님 주문이요。2、结账文化，在韩国2、3个人吃饭的话，通常会有一个人很帅气的拿出卡片来刷，这都我请哦。这算是一种考虑到每个人的口袋状况不相同的美德，也是为了制造下一次见面机会的一种人情债的文化。而且在韩国吃完饭之后，至少一定要去喝杯咖啡嘛，那个时候就是要别人来请了。所以很好玩的是，大家不论在韩国或者是在台湾，特别是看到旁边有韩国的长辈们吃完饭结账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那些长辈们可能在柜台前面上演咏春拳大战，那个不是不想要付钱，而是为了抢着买单而在那边开心的拉拉扯扯而已。那么在台湾，我拿出我的个人的经验吧，我跟一个台湾朋友们吃饭的时候啊，我是跟男生吃的，跟女生吃的话就又有一点不一样。我干嘛解释这个反正吃完饭之后，朋友呢先结账了，心里面就想说，哦，那我下次要请他吃什么好吃的呢？就这样回家的路上 ，LINE 的讯息就来了 ，LINE 那边写着，今天的饭钱是多少哦？你转多少钱给我就好了。啊呵，这其实是非常理所当然的，虽然理性上知道，但是心里面稍微该怎么说呢？不知道我是真的没有关系啊，反正这种东西就只要哭个1天就好了。但是其他的韩国人可能会在这种时刻呢，感觉到一点点距离感啊。难道我们之间不存在爱吗？我是友情。我会不会真的被大家误会啊？不过好玩的是，我觉得韩国人也是一旦适应了台湾的生活的话，会发现这种 AA 制其实非常的方便。总之呢，干净利落以及绑。3、服务费，韩国除非是那种很贵的高级餐厅，否则菜单上面的价格就是最终结账的金额。但是台湾有点不一样，因为很多店家都有10%的服务费，再加上刚刚提到的韩国结账的文化嘛，很多韩国人在台湾吃饭的时候呢，一个人先付钱的情况哦，走出店门的时候发现金额竟然比预期高出一大截，这个时候就看着账单露出一种啊我要破产了，人生完蛋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被诈骗了的表情，可能还会要求店家重印明细之类的常常会发生这种误会的小插曲。加上10%的服务费这几个字啊，虽然没有像台湾饮料上面标示果汁含量那么大字，而且就算有写，我们韩国人一辈子都会无视门上写着请拉，却硬要推着进去一样，常常没有把服务费看进去。不过往好处想的话，至少台湾没有小费就已经很好的了。4、就是让韩国人一来台湾就能养成规律饮食习惯，让身心健健康康的台湾午休时间文化。其实韩国现在跟以前相比起来，有午休时间的店家也变多了，但是跟台湾是根本无法比的程度。下午2点到5点这段时间，台湾店家可是集体进入休眠状态。我的话，通常1年一定会经历个2、3次吧，就是跟来台湾玩的朋友约好在我喜欢的餐厅见面啊，结果我们到的时候那边是午休时间，只好换地方。哇，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朋友眼里，原本从台湾通秒变成台湾通了。总之呢，在台湾如果要吃晚一点的午餐或者是早一点的晚餐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确认一下时间哦。5、情侣的座位安排，这个算是有一点可爱的文化差异。在餐厅里面啊，韩国情侣大概99.9%都是面对面坐着，但是台湾情侣当中，就算坐4个人的桌，也有很多是2个人并排坐在一起的。这个其实我自己原本也没有发现，是韩国朋友来台湾玩的时候跟我说，哇，这个好神奇哦。听到他说这些之后呢，我后来也观察了一下，发现还真的很多是这样坐着的。那些情侣看起来好像有更亲密一点的感觉，对，我很羡慕，你们一定
要结婚呢？生一打的小孩。6、打包文化。我一个人在韩国读大学的时候，为了努力存钱，真的很常打包。那时候打包回家的食物就是我隔天的早餐，也是第一餐兼最后一餐。所以那个时候很善良的老板们，说好听点是觉得我是个很认真生活的青年，于是还会多给我一点食物一起打包。那时候真的太感谢了，你们过得好吗？但是跟台湾相比起来，韩国本身就比较少把剩下的食物打包带回家，就算打包也主要是包剩下的肉类的那些主菜。可是台湾人的打包非常非常生活化，不只是包料，连酱汁啊、汤啊，甚至剩肉末或者是爆香也全部都会一起包走。之后怎么样？带回家之后再弄成另一道料理。韩国有以前少数的餐厅，年纪比较大的那些老板们他们觉得说不要浪费食物啊，所以会给小菜回收再利用。我想这件事情台湾人也都知道，对吧？在韩国也是曾经引发过很多次的争议，现在真的很少，几乎没有了。之后受了那个影响，有不少的韩国人习惯把剩下能吃的小菜全部倒进汤里面啊，混在一起，防止店家回收再利用之类的。所以可能在台湾也有一些韩国人会有这样的习惯，也说不定。但是台湾人假如看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觉得很浪费食物吗？这部分我想知道大家的想法。还有讲到打包的话，我就想到了，像是去自助餐店那种煲汤的时候啊，不是都会用塑胶袋装吗？像这样，这时候很多韩国人会直接这样倒进碗里面。可是其实只要把绑起来的地方解开，抓着底部的边边往上拉起来就可以了。我的韩国朋友们看到我这个动作都觉得很神奇。拜托，我可是吃过很多次自助餐，认真生活的可怜的青年。7、咖啡杯。这是韩国人在台湾买咖啡的时候会非常慌张的时刻。在台湾买冰美式，包括便利商店，很多店家都会这样给你。而这个时候韩国人看到了都会唰起来，想说店员是不是听错我的话了？是我点错了吗？结果摸摸杯子，是冰的，没有错。在韩国冰的一定是用透明的塑胶杯来装，而在台湾为了减少塑胶的使用，不管是热的还是冰的，很多时候都会用纸杯来装。我想这部分的话，以后韩国可能也会这样做，也说不定。还有很多韩国人在台湾咖啡厅拿到咖啡之后啊，会在旁边找来找去，最后又跑回柜台问说，请问你们吸管放在哪里啊？在台湾的话，便利商店不算，咖啡厅的话，好像吸管通常藏在柜台里面，要开口说才会给的样子。其实这个吸管的部分的话，韩国政府也说快要实施类似的政策了，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过那个世界的韩国人来说，这还是相当陌生的一个文化冲击。8、食物禁忌。这一点呢，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台湾朋友跟韩国朋友一起去吃韩国烤肉，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一定要遵守，那就是当你吃生菜包肉的时候，无论如何绝对必须一口塞进去吃。假如只有咬一半，对我们韩国人来说的话，这跟在意大利人面前吃夏威夷披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把那个面给折断是同等级的罪过。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跟你一起吃肉的这个韩国男生，那我就推荐你把生菜包肉咬一半吃给他看看吧。相反的，台湾也有像韩国糖醋肉的淋酱派啊、沾酱派啊。我举比较有代表性的3个例子。在台湾，咖喱饭、卤肉饭或者是剉冰，搅拌吃派跟不搅拌派，在火锅里面放芋头派跟把会散掉的芋头放在汤里面就绝交派。鸡排的话，切块吃派跟切了的话肉汁会流光，所以坚持不切派。我觉得对这些很敏感的台湾人有很多，所以希望韩国朋友们在台湾的时候，请自己好好的看脸色行动哦。我们要在台湾好好的存活下来。第9，收盘子。这个盘子不是指的是你们哦，也不是我哦，是盘。我在说什么东西啊？在台湾呢，空盘子很快就被收走，甚至还没有吃完的时候，账单就先递过来要我们当场结账。其实，在 KTV 也是嘛，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也还没有出去，店员就突然砰进来，然后结账。在韩国的话，吃饭的途中，如果店员突然来到我们桌边的话，就会常常打断我们的对话，所以除非是客人叫的，否则店员一般都是不太会主动过来。在韩国这样是正常的嘛？可是我觉得很多的台湾人可能会对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误会，觉得说韩国的服务态度什么不太好啊。可是反而韩国人在台湾看到台湾的服务方式的话，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大误会，说是在赶我们走吗？例如像韩国的吃到饱那种会有很多空盘子的餐厅嘛，通常是怎么做呢？我们会把空盘子集中放在旁边，请店员慢慢收，这样店员才会收走，或者是趁客人去拿菜不在位置上的时候呢，这样拿走。所以我觉得台湾是比较讲求快速周到的服务，韩国的话就是看脸色啊、读空气的那种服务。如果不知道这些差异的话呢，台湾人跟韩国人可能会互相觉得说，这里服务怎么这样，而产生误会。第10，最后了好的。汤
饭文化。韩国真的是一个汤饭的民族，这一点大家也认同吧？假如这个汤很好喝，加上我的肚子里面还装得下，那绝对要把饭泡进去吃，这才是一顿完美的正餐。不久前啊，我在燕庭巨人家跟朋友们一起吃酸菜鱼，然后觉得真的好好吃，又觉得超好喝，因为就很好喝嘛，我就在大家面前活生生的演示了黑白大厨级的酸菜鱼泡饭，结果我被赶出去，差一点就被绝交了。是没有到这样了，只是朋友们都发出尖叫声，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吃？你还好吗？在台湾呢，有很多的汤配饭吃的话，在很多人的眼里真的好像很奇怪的样子。哎啦，不，我们丢了，那天我就变成了一个喷狼。可是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文化差异，真的很多韩国人来台湾必吃的灵魂食物就是牛肉面那个浓郁的汤头，如果泡饭吃，真的绝配，你们知道吗？但是台湾的牛肉面店通常都不卖白饭，所以想要吃牛肉面汤饭的韩国客人只能在一边哭泣，然后莫名其妙遇到突然要饭的 OK， 牛肉面店的老板们也只能一起哭泣，大家一起哭没？问题是这种充满了眼泪的日子，大概现在也正在发生 ING。还有根据去台南玩的韩国人们的证词，台南牛肉汤对韩国人来说也真的是全台南第一名，棒棒的。而且牛肉汤店的话，他们是有卖白饭的。当那些老板们看到把饭倒进去牛肉汤疯狂吸食的韩国人的时候，这个韩国人是想要搞垮我们店的间谍或者什么吗？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情，并且就是会马上阻止那些韩国人说不可以这样吃。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也只能先在这里道歉了，因为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韩国人会试着这样做，我们不会放弃的。不然我做个牌子嘛，老板们可以截图挂在店里面。只是我真的很希望那些老板们留给我们这些韩国人最后一条生路，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在台湾的汤饭。好的，这一次准备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台湾跟韩国虽然真的很相近，但是越了解就会发现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彼此都能知道这些细节上的差异，相信我们都能够减少很多的误会，并且能够进行更愉快的交流。那么假如我在影片当中有讲错的地方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指正，或大家能补充说明啊，或者是知道这次提到的各种文化背后的理由，我想这样对想要了解台湾的我们这些韩国人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当然，如果你对韩国有什么好奇的地方，也欢迎在留言处告诉我，你的留言就是我的灵感。好的，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见，谢谢。